时间线是编辑素材和播放素材的，空格键是开始播放和暂停，然后按 Command 加 L， 我们可以看这里的图标有了变化，我们再试一次。Command L 可以让时间线循环播放。Command 加号是放大时间线，减号是缩小时间线。Shift 加 Z 是将素材缩放到时间线大小，这个很实用。有几种方式呢，把素材放到时间线上。我们先把现在有的先删掉。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图标，这里有3个选项，分别对应的快捷键是 Q、W 和 E。这都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选中一个素材，我们来操作一下。我们选中一个素材，摁 Q， 它会直接把素材放到时间线上，而且下边会有一个小黑条。W 会把素材直接插入到鼠标停留的素材中间。这个我们先导入一个素材下来，然后我的鼠标停留在这儿，我选中了这个素材，我选中另一个素材，按 W， 它会直接插入到这个两段素材中间。我们删掉前2个。然后 E 是会把素材直接放到最后一个素材的后面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鼠标放在素材中间，然后按 E， 它会直接放到时间线最后一个素材的后面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把鼠标放到这个素材的中间位置，然后选中素材，按 E， 它会直接放到这里，很方便。在选取素材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每一次都把一整段素材放到时间线上，所以我们在素材这里先把它放大，然后我们选中我们想要的一段，比如我想要这一段，按快捷键 I 是起点， O 是终点，然后我们把它拖拽到时间线上，或者使用我们刚才说的 QWE 把它放到时间线上，这样会比较方便。然后第4个图标呢，这个很好理解。如果你的视频里带音频的话，你如果不想要音频，你可以选择仅视频。这个意思就是我只是把画面拿下来，音频呢它自动给你删掉了。如果你只需要音频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只要音频不要画面。那这个一般都是默认，后面这个就是常用的快捷键了。下一集我们会一起讲快捷键，中间的部分可以快速复制我们的项目。比如我复制一个项目，这就有 test 1， 这是我们刚复制出来的。左右两边的箭头可以快速切换项目，比如我切换回 test， 然后我再切换到 test 1，比较方便。如果 test 1里面有一个音效，你想在 test 里面使用它，我们可以快速切换到 test 1里面，然后把它复制，再回到 test 里面把它粘贴，就很方便。右边的第一个小图标，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拖动鼠标来预览素材了。如果打开的话，我们可以拖动鼠标，在不用摁鼠标的情况下就可以查看素材。它的快捷键是 S， 摁 S 关闭，它变灰了以后就关闭了，再摁 S， 变蓝色以后就可以打开，可以滑动。然后第2个图标呢，是对音频的一个预览。我们现在放一个音频下来，我们现在拖动鼠标它是没有声音的，我们把这个打开，我们可以听到，拖动鼠标的话也可以听到音乐的。这个我平常是关掉的，因为比较吵。第3个小图标是独奏选项，如果我们选中素材的情况下，按 Option 加 S， 其他的素材会变灰。这个只对音频起作用，如果你有2条或者3条音乐包括音效在一起的话，
你可以单独来听其中一个。我们现在恢复一下 Option 加 S。 第4个呢是吸附效果，这里呢我们来把素材删掉，然后我们用 Q 来导入2段素材，然后 Shift Z 缩放时间线。这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把它关掉的话，我们在对2段素材拼接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错位，比如这样就没有对上，我们需要把它放大时间线才能来对准。但是如果我打开这个吸附功能的话，我们再对一次，我们放到这儿以后，会有一条小黄线出现，它会让我们吸附到上一个素材的后面，是比较方便的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它会自动吸附。第5个是时间线外观的一些设置，可以调整它的大小啊、宽度啊，还有是否显示预览图的大小。后面2个就是效果和转场了，这个我们之后会单独来讲。OK， 这就是时间线的介绍和功能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索。